轻轻说再见，请别走太远。流逝的时间，聚焦几种遗憾的裂变。惦记的梦想，城市里兑现，尽情释放感觉，要体验。想要给的爱，想要说的话，了无牵挂。再走一段并肩走的路，再说一句最真心的话。最真挚的心，一直存放在我们心上。再跳一支最想跳的舞，再抱一个最想抱的人。所有的美好会在一刻永恒里燃烧。陈振东，原来你一开始你就处心积虑的要对付我。我不过是以牙还牙，你不会忘了吧？当年你怎么陷害我，把照片传出去，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出轨的照片是林火焰的助理 Brandon 传给记者的。原来你早就知道。当年你担心我跟你抢总裁的位置，居然在我背后捅我一刀，破坏我名誉。你觉得我会帮你吗？是你自己偷吃被抓包，你能怪谁？我当上总裁的时候，我还保你董事的位置呢，我给了你多少好处啊？好处？你害我前妻跟我离婚，分掉我一半的财产，带走我孩子，到今天，他们还把我当仇人看待。这一切，金钱能弥补吗？这些年来，我就等这一天。boss，冷静点，打人犯法，打人犯法，冷静。气死我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冷静。boss，你没事吧？小心。boss， 没事吧？啊，休息一下。sorry， 看什么看啊？喂 ，boss， 你要去哪里啊？敢不敢比？赢了有钱。他跟你开玩笑的，sorry， boss， 不要。喂，怎么样？你要什么？啊？我的药。好，你的药。等一下，药。是。还比不比？我们不玩了，不玩了。小心一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送你去医院。没事。不行，还是。爸，什么事啊？你妈妈问你们回来吃晚餐。不确定，我现在不舒服，我要送她去医院。我不用去医院。不行啊！她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你问你爸要不要出来吃饭？要是你妈让他出来的话，我们现在就去接他。爸，boss 说妈肯不肯让你出来啊？她想要跟你吃饭。这几个都是我们的招牌菜。林老板，来里面请。
你们先坐一会儿，食物马上到。Boss， 你怎么会知道这里？这里不像是你会常来的地方哎。还是这里的食物有什么魔力？我特地带你们来吃文斋鸡，这里的老板是香港人，这文斋鸡是他特地为我做的，别人可吃不到。哇，那我们今天不是有口福了？你有的是钱，要吃鱼翅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为什么偏偏吃这种比较便宜的文斋鸡啊？这里的文柴鸡的味道，让我想起我妈。小时候，我妈常煮给我吃。来试试看，这是什么？鱼翅。鱼翅。好吃。林老板，你们请慢用。你妈为什么会骗你混在一起是鱼翅啊？应该是善意的谎言，为了保护你，不要让你觉得生活那么苦啊。她是自欺欺人。我妈她是千金小姐，当年她不顾我外公的反对，从香港嫁来新加坡。生下我之后，我爸爸的生意就失败了，破产后他就死了，留下我们2个人相依为命。没想到你小时候那么惨。更惨的是，他学人家赌博，刚开始还赢了一点，结果就越赌越大，还欠了一屁股债。难怪你那么讨厌赌徒。你还记得我撕掉你们那张1109的彩票吗？就是因为这个号码，被我妈打得半死。妈妈，你在找什么？我叫你买的号码开头奖了，我在找票根啊！啊，中头奖啊！哦，哎呀，在哪里？啊，找到了！什么是1190？不是叫你买1109吗？啊，不是1190吗？那是头奖啊！你怎么可以记错？你这个混蛋！叫你专业小钱都帮不了。你妈欠了这么多钱，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这债主为了逼我妈还债，就把我抓走了。可是我没想到，我妈竟然把我卖了来抵债。我妈竟然把我卖了来抵债。卖掉？卖给谁啊？卖给一对夫妇，除了我，他们专门买同年级的孩子，要我们穿得破破烂烂，逼着我们上街去卖惨讨钱。德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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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伦。所以我小时候遇到你，你说你妈妈生病需要钱治病是骗人的。他们规定我每天要讨10块钱，要是讨不到这个数目就要被罚，不是不让我们吃饭，还要挨打。你好乖呀，很好。火焰，等什么？起来！快点！啊，就这样。为什么这么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赚很多很多的钱，不用再饿肚子，再也不用挨打。那你是怎么从小骗子变成现在的商场大亨？生活所逼的，所以凡事都要自己靠脑子。德伦，德伦，
斗龙，谢谢。那慢吞吞的干什么东西？快点！叔叔，你看，哎，今天不错啊，去休息。哎呀，宝宝，自己嘴。谢谢叔叔，来，你的饮料。谢谢阿姨。哎，快吃鸡腿，快吃。这就是金钱的魔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你看，有了钱，他们多疼我，对我多好。那你到现在有没有感受到别人疼你、尊重你？至少他们敬我3分。我有了钱，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社会就是这么现实。其实 boss 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能说不对。这个社会在想要什么跟需要什么的问题上是很矛盾的。譬如说，你需要食物，可是你想的是一个巧克力蛋糕。所以，当你真正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呢，这些东西真的能够满足你，能够让你开心吗？但没有钱，就只有给人家踩在脚下。那我问你，我们现在都得了末期癌症，赚再多的钱，那又怎么样呢？有钱，我就可以接受最好的治疗，也能够为自己办一场史无前例的丧礼。怎么个史无前例？要多热闹就有多热闹，搭个戏台，请舞龙舞狮，找好几10个人来为我哭丧，到时候一定会被报道的，搞不好还会冲上世界热搜。再风光的丧礼，你自己也看不到啊。但是全世界都能看到啊，都知道这是我林火焰的丧礼。火焰，你有没有想过，把你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跟别人分享，你可以帮到更多人。我每年都有捐好几百万做善事的。我说的不只是钱，我说的是你的时间、你的关怀，还有你的人生。只要你重新出发，我相信你的付出不是用金钱可以计算的。哎，爸，看在我今天做满分女儿陪你看医生，你陪我吃大餐。你想吃什么？我想吃韩国菜，你家附近开了一间新的，我很想试嘞。啊，我吃不多了啊。那你看着我吃吧。哎，我叫车。嗨，哎，小帅哥，这么巧啊？是啊，我刚刚见完医生，你陪安哥来复诊。是啊，今天做满分女儿。哎，爸，我还是叫不到车哎。搭地铁了。啊，地铁站很远呢，我怕你走不了会累。你们要去哪里？我有开车，可以送你们一程。真的吗？那我们不客气了。小帅哥，你的车还挺舒服的。你是不是常常载女朋友去帕托？对啊。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应该有1个多月了吧。1个多月啊？1个多月这样到什么 level 啦？疯啊！爸，我好奇吗？现在的年轻人啊，进展很快的，对不对？你们了没有？这个当然有啊。哇，演戏演到这么逼真呢？还是你们假戏真做了？我也希望是这样。哦，我 get 到了，你们是一个郎有情，妹无意。是景美告诉你们的吗？说我们在演戏。不过他没有说你喜欢他嘞。我没有啊。你没有？你说你没有喜欢他？
哎，大男人不要婆婆妈妈，喜欢就喜欢，为什么roti prata这样反来反去？景美剩下的时间有限，你真的不介意这段感情没有未来？爸，你这样的想法很傲嘞。这就是所谓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样子的感情才会刻骨铭心，对不对？小帅哥，我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嗯。那就让姐姐我来教你几招，我保证你们可以假戏真做啊！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为什么？因为景美已经向他爸妈坦诚我们的事，戏已经演完了，我们以后应该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安克朵燕，真的很谢谢你。要不是你把天宇的事情告诉爹爹，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有办法鼓起勇气跟他们坦白。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啊！我是因为实在看不下去才跟他爸爸说的。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要顾及他父母的感受，你应该多为自己着想。重要的是你爸爸妈妈明白你的心思，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对呀，你有什么心愿，我们一定会帮你完成的。其实，我是有一个。是什么？你不要不好意思，如果是钱的问题，我可以全程赞助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慷慨？哼！安克火焰，你已经帮我很多了，而且我想做的事情也不需要很多钱，我应付得来。你想做什么？等我做到了，再告诉你。你跟天宇还有联络吗？最近比较少，但是他偶尔会发简讯问候我的近况。虽然说你们在演戏，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喜欢你。你会觉得他假戏真做？结果真的这么重要吗？我们应该珍惜的是每个美好的过程，不是吗？我们只是朋友。嗨，好久不见。有很久吗？我们不是3个礼拜才见。我怎么感觉好像过了好几年了？你要的别小看。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有求必应，什么都肯借给我。因为你帮了我，我欠你们钱。除了这一点，没有其他原因了吗？东西已经给你，我先走了。等一下，这个挂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还找了半天，怎么会在你手上了？你说的对，可惜时间不对，人也不对。
曾经看过你挂在包包上，知道是你，是因为扣环松了才会掉的。扣环是新的啊，你帮我修好了。谢谢你，这是我哥亲手做的，是他送我的最后的生日礼物。我以为再也找不到了。我也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跟你一样，当初也是到处在找。天宇，我真的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可是我自己还能活多久我都不知道。你不一样，你还有美好的未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搞不好等一下我出车祸比你早呢。不要乱讲话。我说的是实话，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现在，过好每一天每一刻。如果明天是我的最后一天，就想要和我做的最后一件事会是什么？你要带我去哪里？坐巴士啊。哦，原来你喜欢坐巴士。这是部分原因。以前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一直坐到终点站。还有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其实不是在学校，是在巴士上。还记得那时候我一上车，就看到你跟一个女生，就坐在那个位置上。后来我看到那个女生一个人下车，才知道原来你们是不认识的。真的很善良。我完全没有印象。以后你心情不好，可以随时来找我，我愿意陪你做任何事情。从起点坐到终点，你不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吗？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就是不讲话，不会觉得尴尬，就算什么都没做，也很开心。只要对方在就好。
就好像现在这样。Mr. Lin， 不好意思，你不能进去。好现实啊！那一天还叫我 boss， 今天就叫我 Mr. Lim。我自己的 office 为什么我不能进去啊 Sorry, Mr. Lin， 这已经不是你的 office 了，你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所以说，有钱不能没有势。你看，有钱没事，他们转眼就不认人。等着瞧，我要看你们能不能够比我掌控的时候赚得多。帮我拿一下。Boss， 谢谢你这段日子的照顾。你现在不在公司，应该不需要我了啊。等你结算完薪水，麻烦你通知我一声。什么不需要你？继续跟着我，薪水我照付。没有了 LHY 集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啊？哦。这么快就倒了，重新再玩了？不玩了，无聊。总不能这样无所事事，浪费生命吧？全职病人也是一份工作，医生要我们好好休息。以后两脚一伸，你还怕没有时间休息啊？看来你是忙惯了，没有办法闲下来。Hello， 大家好，可以帮妈妈要10扣吗？3个20块，帮忙癌症病人。这么巧啊，我们也是癌症病人。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不见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子啊？不买就算，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其实只是20块钱而已嘛，万一是真的呢？你这个人就是太心软，很容易被骗的。担心被骗，自己做了。要是我们自己做，肯定比他们做得好。Boss， 你要像刚才那个人一样，到处去找人捐钱啊？要做就做大一点。你想成立一个慈善机构啊？这个好，那就叫林火焰基金会。成立基金会太麻烦了，我想简单一点，真正去帮有需要的人。我同意你这个想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帮他们呢？给他们钱，帮他们完成心愿，不要带着遗憾离开。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做得成，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还可以帮他们解开生前的心结。只是有需要的人很多，我们要不要把范围缩小一点？我们就专注在时日无多的末期病人，让他们走向终点的时候，为他们加油打气。哎，我们可以叫做生命拯救队啊！拯救，好像给人家高高在上的感觉，不如叫生命啦啦队怎么样？我觉得叫终点啦啦队更好。Sorry， 就当做我没有说过咯。这个好，这个好，就叫做终点啦啦队。就这么决定了啊！
真的啊？那来啊！哎呀，终点啦啦队正式成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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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哎，外公，舅舅，不好意思啊，我们迟到了。小事，你们不是最后一个到的，还有一个 VIP 还没到嘞，妈咪还没到。都不知道他忙什么大生意，整天迟到。外婆，没有关系啦，可能有大客户，等一下吧啊。雪糕赶快放冰橱吧。嗯，给我给我。洗的时候就可以开饭。我来了。掌声鼓励鼓励 ，VIP 来了，妈该吃饭喽。哎，我已经很尽量的赶来了。那他们都冷了，不好喝哎。还不是因为你迟到，害我们吃冷菜。我要做工哎，有生意上门，当然要赚钱呐，不赚钱你养我啊？我是可以养，但是我不要。你明明知道每个月的第1个星期六约定一家人吃饭，你为什么去答应顾客洗头？妈，财神到我家门口，难道把他赶走咩？有生意当然要做啊。谁叫你们啊？这种固定吃饭时间，好选不选，偏偏选在星期六，我顾客最多的时候，害我要赶快做完赶过来。你是在家里帮人家做头发，再多顾客也只是2个人，一定是你一边帮人家做头发，一边聊八卦，才会搞到这个时候才来。哎呀，你不懂的啦。对对对，一定是。OK， 都是我的错了。等我把星期六晚上的 course 上完之后，我们就恢复星期六晚上聚会。OK？ 嗯。你又要上课，又要帮他开雪糕店，不会累啊？还好吧，我只是帮头帮尾而已。你真的要开店啊？卖雪糕可以赚钱吗？我们已经做过了 market research， 雪糕是有市场的，只要好吃或是造型好看，适合拍照打卡，就可以吸引年轻人。我相信年轻人会喜欢，肯定赚钱的。对咯，年轻人有想法是好的，一定要趁年轻闯一闯。年轻人有想法，肯定是要出去闯一闯，我也赞成。但是啊，我就是担心你一头热，像你那个死鬼老爸一样啊，什么生意流行就跑去学人家做，结果没有一项成功的。黑莉跟老爸不一样，他在网络上已经做了2年多了，而且生意一向来都很好啊。很多顾客都经常问他什么时候要开一间实体店，他考虑了很久才决定开的。而且我妈也拿出了积蓄给我当部分的创业基金，所以我绝对不会让她失望，我一定会把雪糕店搞好的。看来你跟你妈咪的感情很好啊。是啊，我常常向我妈咪说，她像冰箱，我像雪糕，她总是保护着我，不让我融化。最近你妈咪男朋友的身体有好一点吗？Uncle 的渐冻症是不会好的，他的身体最近又退化了，必须坐在轮椅上才可以活动。那不是很辛苦？你们有没有请一个人看着他？有请了看护，不过有时候我的妈咪也会过去照顾他。你妈咪跟这个男朋友真的没得说哎，没名没分，还那么愿意照顾他。当初他们选择在一起，本来就只是想要陪伴彼此，没有打算结婚。他现在心情怎么样？他很乐观，也很积极。我妈咪说，他甚至还做了一个列表，把接下来所会面临的情况、要准备的事情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的。Uncle 还有个 bucket list， 是什么来的？就是遗愿清单。有些人会把死前想做的事全部都写下来，一件一件去完成，让人生不留遗憾。他有什么遗愿，我们可以帮他。他想做的事其实都很简单，是自己可以完成的。他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积极的人哦。可能因为他之前是 project manager 吧，他把自己的死亡也当成一个 project 去管理和规划。
天天气很好哈。真的很好。口渴了吧？有一点。水来了。妈咪。安哥。谢谢。谁给的钱呢？不用了，几块钱而已。我们虽然很熟，但是钱要分得清楚，以后不会有争吵。那一杯2块。好。你们等下有空再转账给我。我门票12块，玉凯，你给我10块就好了。OK。Sir, I'm sorry, sir. I want to resign, sir. What happened? My mother, she fell down just now and died, sir. I need to go home and take care of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Why so sudden? Then you do what you need to do.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sir. 接下来怎么办？要找个临时看护，也需要一点时间。要不然这样，我回去跟黑莉商量一下，我暂时搬过来照顾你。谢谢。吃饭啦？这鱼很新鲜啊。怎么了？没有胃口啊？你不是喜欢吃柠檬蒸鱼？我还以为酸酸的可以开胃。肚子又胀风了。这几天肚子特别胀。要不要看吴医生？不用了，我看我回房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妈妈，你先吃，我回房躺一下。哎呦！不用选的啦，我的菜肯定新鲜的。刚到的菠菜特别的新鲜，而且菠菜对心脏好。我们有年纪的要多吃，多保护我们的心脏。就要2包。还有什么菜可以让人吃了有胃口的？你家老的没有胃口啊？唉，已经2天了。之前以为他的病好很多，怎么知道现在又好像严重起来？啊，我听说有一个很厉害治病的师傅嘞，不然你去找他。什么师傅？有一个叫莲姐的熟客跟我讲，他老的也是有癌症，化疗之后也是吃不下东西，越来越瘦。他去找了那个师傅之后，隔天他老了就好了。这么神奇啊！我也觉得很神奇。不如你也带你老的去试试看。这小小的木头，真的可以吸走我老公的癌症啊！注意你的用词，这可不是普通的木头，这块叫做陵木。啊！还不赶快和陵木道歉！陵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很好，你越虔诚，效果越好。这陵木有多神奇，我不多说，
你自己看。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只要有陵墓，肯定药到病除。真的有这么厉害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块陵墓啊，它是来自亚马逊森林。我到现在都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和他相遇的那一天，那是2015年的5月5号。我在亚马逊森林冥想，一时没有注意到被毒蛇咬，直接晕过去了，差点没命啊！幸好有个采药的土著发现了我，把我带回了他们的部落，用陵墓来消除到我身上的毒素。最神奇的是，只用了1天，我竟然醒过来了。原来，他们整个部落世世代代都是靠陵墓来治愈他们身体的疾病。陵墓吸收了千年万年的日月精华，才有了这么神奇的药效。我觉得这个陵墓太神奇了，我要带回来帮助更多的人。我花了好长的时间说服当地的土著，他们才肯答应让我带回一部分来造福这里的有缘人。你说这个陵墓可以医所有的病，那你为什么不要用这个陵墓来治好自己的？只因为2个字：慈悲。我这点小病无足挂齿，我想用这为数不多的陵墓来帮助比我更需要的人。你真的很幸运遇到师父，他是不随便救人的，这一定是因为你们有缘。当年是我命不该绝，遇到了陵墓，你老公肯定也是命不该绝，让你遇到了我。这个多少钱？1000。1000？难道你老公的命还不值1000块吗？那买了之后要怎么用？把这个陵墓啊放在靠近你老公睡觉的位置，它就会自然吸走你老公身上的毒素。隔天再放一个新的。那不是要买很多？要多少才能够治好他呢？那就因人而异了。之前有个病人，只做了30天的疗效之后，癌症就完全没有了。癌症完全好了，意思是说，我老公是有可能治好的。那就看你是不是真的相信陵墓神奇的力量了。这些年来过得还算不好不坏，复制贴上该有的愉快。多久没对你耍赖，快就快，是你把我宠坏。满天星层不曾质疑它意义何在，烟花瞬间化涟漪晕开，留下